穿越斗罗的你绑定降灾系统，只要从目标背后喊出称呼请留步，就能获得奖励，并且还会给目标附加霉运诅咒。此时圣魂村，唐三端着一盆脏衣服正往村外走，你站在路边抬手就喊唐三请留步。唐三脚步一停，他转身脸色不太好，有事，语气冷，像谁欠他钱。你笑了笑，直接开口，听说了吗？武魂殿的魂师大人明天来给我们觉醒武魂。话音刚落，脑海里机械声炸响，降灾唐三成功，获得神级武魂天雷鞭。你眼睛一亮，3个月终于刷出来了，而且一出就是神级武魂，爽，太爽了。与此同时，一缕只有你能看见的黑气钻进唐三眉心，他的印堂本来就暗，现在更黑了。你看的嘴角一抽，好家伙，这霉运攒的有点狠了。唐三皱眉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你摆摆手，明天别迟到。唐三冷冷丢下一句，杰克爷爷早就说过了。说完他转身就走，你没再喊，再喊他怕是真要急眼。紧接着你意念一动，面板弹出姓名凌晨，武魂天雷鞭未觉醒，等级10，精神10，体质10，功法绝学玄元功基础鞭法基础身法。你盯着等级看了2眼，先天10级行，但神级武魂半点魂力不给。你撇嘴，多少有点抠，不过问题不大，只要唐三还在，奖励就还在。一句话，多苦一苦，唐三好日子自然来。第二天清晨，老杰克带着你和唐三来到武魂殿，素云涛已经在里面等着。寒暄2句后，老杰克退出去，孩子们站成一排。素云涛刚开口，你直接站到最前面，压轴不存在，你要的就是快。唐三站在最后，安静警惕，像只随时准备缩壳的小乌龟。素云涛扫了你一眼，待会儿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害怕。说完，他取出6枚觉醒石和一个蓝色水晶球，觉醒阵很快布好，来站到中间，你走进去。下一秒，素云涛低喝独狼附体，他的身体瞬间变化，一白一黄2个魂环升起，身后的孩子吓得尖叫，你却只是盯着他看。兽武魂挺有意思。素云涛眼神一动，这孩子不怕，不错。他双手连拍，6道绿光注入觉醒石，金色光芒猛地升起，将你整个人包住，暖意涌来，一股力量从体内爆发，直冲右手。你抬手，掌心中一根长鞭出现，黑色木柄，细长鞭身，鞭尾尖锐，紫色雷霆在上面疯狂游走，轰，毁灭气息瞬间铺开，几个孩子吓得连退。素云涛也下意识后退半步，他眼睛都直了，这么强的武魂，绝不可能没魂力。队伍最后，唐三死死盯着你手里的天雷鞭，他的眼神变了，震惊、不甘，还有一点藏不住的嫉妒。你低头看着天雷鞭，系统信息同步浮现，天雷鞭可长可短，可硬可软。你嘴角微扬，听着简单，但很实用。素云涛强压激动问道：“孩子，你的武魂叫什么？”天雷鞭。好好。素云涛连连点头。来测试魂力，你把手放在水晶球上，嗡，紫光暴涨，整个水晶球亮得像要炸开。素云涛当场失声，先天满魂力，孩子们炸了，满魂力，凌晨这么厉害，封号斗罗都可能收他当徒弟。唐三脸色也沉了一瞬，可很快他又挺直了背。他唐三不弱于人，你看了他一眼，没说话，但你知道这人已经开始较劲了。素云涛立刻蹲下，语气都温柔了不少。凌晨，你愿不愿意加入武魂殿？以你的天赋，武魂殿一定重点培养，甚至封号斗罗都可能收你为徒。你没有立刻答应，唐昊还在村里，你要是现在跟武魂殿绑定，前脚出门，后脚可能就被锤成饼。所以你开口，素云涛大师，我想考虑一下。素云涛一愣，明显没想到你会拒绝，不过他忍住了，也是人生大事该考虑。你点头，多谢大师理解。随后你站到素云涛右后方，方便看戏。后面的孩子一个接一个觉醒，镰刀、锄头、木棍、蓝银草，全没魂力。失落的气氛越来越重，终于轮到唐三，他深吸一口气走进觉醒阵，你眼神一凝，来了，金光升起。唐三抬起右手，同时他死死压住左手。就在这时，他眉心的黑气猛地爆开，全部冲向左手。你眼睛一亮，嚯，真爆了！下一秒，唐三脸色骤变，咔嚓咔嚓，那声音只有他自己听得见，但他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。他的第二武魂裂了，唐三猛地喷出一口血，噗！素云涛懵了，孩子你没事吧？他上前要扶，唐三却一把甩开，眼神阴冷，像是素云涛刨了他祖坟。素云涛也被整不会了，你这孩子，你站在旁边拼命压嘴角，不能笑，至少不能笑出声。唐三抬起右手，蓝银草浮现，素云涛看了一眼，失望血满脸，武魂蓝银草废武魂。他说完就要收东西，唐三立刻开口，等等，你还没给我测魂力。素云涛皱眉，蓝银草不会有魂力。唐三攥拳，强忍情绪，叔叔让我试试。素云涛顿了顿，终究还是把水晶球递过去。唐三把手按上去，嗡，光芒暴涨。素云涛再次傻眼，先天满魂力，蓝银草也能先天满魂力。唐三嘴角微微翘起，那一刻他又找回了自信。可下一秒，他想起裂开的昊天锤，笑容直接僵住。你看得很清楚，爽点来了。唐三有满魂力，但他的底牌裂了，这就是痛点，还是他自己压裂的。绝杀，觉醒结束。素云涛带你们走出武魂殿，老杰克立刻迎上来，大师怎么样？素云涛说道，今年你们村出了2个魂师苗子，而且都是先天满魂力。老杰克当场瞪大眼，2个。素云涛点头，一个武魂极强，一个武魂差些，但也是满魂力。按理说一个村只有一个攻读生名额，不过隔壁无魂村的名额可以借给你们。老杰克激动得手都抖了，谢谢大师。素云涛开好证明递给老杰克，随后他看向你，凌晨如果你想好了就来诺丁城武魂殿找我。你点头，好。素云涛离开，老杰克看向你，眼里满是欣慰，小陈好啊，你的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。你笑了笑，还没开口，唐三转身要走，你立刻喊唐三请留步。唐三猛地停住，这次他脸色更沉，什么事？降灾唐三成功，获得金魂币100枚。黑气再次钻进唐三眉心，你指了指自己的嘴角，擦擦吧，你爸爸会担心。唐三一愣，他立刻用袖子擦掉嘴角残血，谢谢你，微笑，转身就走。看吧，他还得谢你。回到家，你直接站进院子，出来，天雷鞭入手，紫雷炸响，你手臂一抖，啪，鞭声像雷鸣，院子里的空气都被抽得一颤。你盯住10几米外的桃树，手腕一甩，天雷鞭瞬间变长，嗖，鞭身如游龙缠住桃树，你猛地一扯，砰，紫雷炸开。
桃树被拦腰炸断，紧接着你收鞭，长鞭瞬间缩短，绷直如剑。你一边作剑连斩数下，雷光拖出残影，破空声急促刺耳。你收手，不错，不愧是神级武魂。另一边，唐家老杰克刚被唐昊气走，唐昊正要回屋睡觉，唐三忽然开口：“爸爸，我还有一个武魂。”唐昊身形猛地僵住，他转身，眼神骤然变了。你说什么？唐三抬起左手，一柄黑色小锤出现，只是锤身布满裂痕，轻飘飘的，像一碰就碎。唐昊一个箭步冲到他面前，这时他死死盯着锤子。昊天锤，没错，可为什么裂成这样？唐三低下头，声音发虚：“爸爸，我觉醒时想唐桌，我压着他不让他出来，结果他就变成这样了。”唐昊整个人直接红温，啪，一巴掌抽下去，唐三被抽翻在地。唐昊怒得几乎失控，他没有复述那些难听的话，但他爆发出的怒骂像刀一样砸在唐三身上，每一句都在骂他的愚蠢，每一句都在撕开他的骄傲。唐三躺在地上，嘴角流血，他懵了。爸爸从没这样打过他，这一次打得狠，也打得他心里发凉。爸爸，唐昊指着他手都在抖。双生武魂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你知道你毁掉了什么吗？唐三脸色惨白，他攥紧拳头，满眼不甘。我不知道，那个执事也没告诉我，他为什么不说？唐昊听到这话，怒火稍微一滞，他也明白，双生武魂太罕见，一个小执事不可能懂这些。真正的问题是他没跟去，是他没有保护好唐三。唐昊抬头，眼眶微红。阿莹，我没照顾好我们的儿子。唐三咬牙，爸爸真的没办法了吗？唐昊沉默，这沉默比任何答案都重。你这边已经开始计划下一步，诺丁学院3个月后开学，但你不打算等，金胶必须提前买，你很清楚，魂环承受极限跟体质挂钩，体质越强，第一魂环越能超限，金胶就是关键。问题是现在没人把金胶当修炼宝贝，高年份金胶根本没市场，等3个月后再找肯定来不及。你很快做决定，去诺丁城，奖励在哪不能刷。唐三先放一放，别真给薅没了。老杰克来找你，小陈诺丁学院要3个月后才报名，你别急，你打开篱笆门。杰克爷爷，我想提前去诺丁城，看看能不能赚点生活费。老杰克笑了，你才6岁，谁雇你？你也笑，我不是一般孩子。说完，你释放天雷鞭，对着倒地的桃树一抽，啪，雷光炸开，怒蟹飞溅。老杰克当场看直眼，你收鞭，放心吧，素云涛大师也在诺丁城，真有麻烦我去找他。老杰克犹豫片刻，最终点头，好，你自己注意安全。他把工读生证明交给你，你又把家里钥匙递给他。杰克爷爷，我走后家里能用的东西您随便拿。老杰克眼眶有些发酸，孩子到了城里别委屈自己。你点头，知道。村口，老杰克一路送你，你挥手，杰克爷爷回去吧，我走了。老杰克站在原地看着你越走越远，直到看不见你，他才叹了口气，这孩子出息了。诺丁城3个多小时后你进城，刚进门你就看见一个壮实中年人，你职业病犯了，叔叔请留步。中年人停下，小朋友有事，降灾路人成功，获得金魂币132枚。你盯着他没信，叔叔你印堂发黑，近日恐有霉运，看好钱包，注意脚下。中年人脸色一黑，他没骂具体脏字，但那股烦躁劲儿已经写在脸上。去，一边玩去。他说完就走，下一秒脚下一绊，砰，整个人摔了个结实。他趴在地上懵了，回头一看，那块凸起的石板像是在嘲笑他。中年人猛地爬起来，那小孩真有东西，他四处找你，可惜你早就走了。接下来你一路走一路算命，不找老人，不找小孩，专挑身体壮的嘴欠的横着走的。被你叫住的人大多不信，然后很快就摔跤丢钱撞门框。诺丁城里开始传出一个说法，城里来了个小神算，他说你有好运未必准，但他说你有霉运那基本跑不了。你先去了药材铺打听金胶，老板看你年纪小满脸古怪，你直接拍出金魂币。老板别废话，5000年以上金胶有吗？老板立刻震惊，没有，整个诺丁城都难找，那东西没市场没人进货。你点头，能定吗？老板眼睛亮了，能是能，但得找海边渠道，贵。你盯着他，报实价，别把我当冤种。老板干笑，5000年50金魂币，每家1000年多10枚。你直接点头，成交。老板愣住，他后悔了，要低了，但话已经说出口，只能写收据。你付了10枚定金，1个月内到货。行，你收起收据，转身离开。半个月后，你在诺丁城名气更大，有人主动找你算命，你来者不拒，够条件的就说印堂发黑，不够条件的就随口说2句吉利话。不过你有点郁闷，半个月了，全是金魂币，5万多了，我要这么多钱干嘛？童子来点特殊奖励行不行？话刚说完，你拐过街角，3个穿诺丁学院校服的少年迎面走来，你抬手，3位请留步。3人脚步同时一僵，萧晨宇脸都绿了。大师，你能不能等我们先叫你？柳龙哭丧着脸，被你主动叫住，准没好事。降灾路人成功，获得绝技天雷绞杀。你眉头一挑，来了，终于来了。你压下喜色，神色严肃，我观3位印堂发黑，近日恐有血光之灾。3人脸色瞬间变了。萧晨宇立刻问，大师怎么破？你摇头，破不了，只能弱化。萧晨宇掏出钱袋就塞给你，大师求指点。你推回去，相遇就是缘，谈钱俗了。萧晨宇愣住，更敬畏了。你继续说道，霉运爆发时间不定，轻重不一，别去猎魂森林那种危险地方，只要不作死就不会死。萧晨宇瞳孔猛缩，他刚突破10级，正准备猎魂环，这话直接救命。他深深鞠躬，多谢大师。你摆手告辞，转身离开时，萧晨宇在后面喊，大师，我叫萧晨宇，诺丁城城主之子，以后有事尽管找我。你回头一笑，好。拐过街角，你立刻在心里喊，童子接收绝技，信息涌入脑海，天雷绞杀，搅动天雷鞭，释放无数天雷，形成雷网绞杀目标，威力随等级提升而提升。你眼神发亮，可成长绝技奈斯有了天雷绞杀，再加金胶提升体质，你的第一魂环可以自己动手了。另一边，城主府，
萧晨宇刚回家就找到萧城主，霸烈魂环的事先缓缓。萧城主皱眉，为什么？大师说我有血光之灾。萧城主脸一黑，诺丁学院那个废物大师。萧晨宇赶紧摇头，不是他，是城里那个神算子大师。萧城主表情立刻严肃，神算子的事他也查过，坏的是真灵。行，先缓。萧晨宇松了口气，转身出门，刚走到屋檐下，他忽然感觉不对，下意识想躲，不料脚下一滑，砰！他摔倒的瞬间，一块瓦片掉下来，正中眉心，鲜血流下。萧城主冲出来，怎么了？萧晨宇坐在地上，先猛后笑，破了。萧城主皱眉，你脑子被砸坏了。萧晨宇举起带血的手，血光之灾破了，头破总比死在烈魂森林强吧？萧城主一愣，随后沉默，半晌他低声道：“那小子真有本事。”又半个月过去，金交该到了，你吃完早饭准备去取货。路上，你忽然看见一个熟悉的中年男人，小平头，背着手，气质颓废，眼里却带着一股莫名其妙的傲气。你眯眼，这味儿。玉小刚擦肩而过时，你果断开口：“大叔，请留步。”玉小刚停下，转身，眼神带着俯视。可是黑气钻入他的眉心，降灾路人成功，获得魂师百科知识。你心头一震，来了，你要的魂兽知识终于来了。你强压兴奋，认真说道：“大叔，我观你印堂发黑，近日恐有霉运，看好钱包，注意周边环境。”玉小刚脸色一沉，他没有直接爆粗口，但那副被冒犯的表情已经说明他很想骂人。念你年纪小，本大师不和你计较，滚一边玩去。他说完转身就走，你眼神一动，确认了这人就是玉小刚，于是你再次开口：“大叔，请留步。”玉小刚脚步一顿，拳头握紧，他转身语气阴冷：“没完了，降灾路人成功，获得金魂币246枚。”你一脸天真：“大叔，你可以去打听，我天机神算的卦从没出错，你真得小心。”玉小刚冷笑：“什么天机神算？骗普通人还行，想骗我魂师界第一理论大师，你找错人了。”他抬起下巴，语气更傲：“本大师研究武魂半生，从没听说有什么武魂能看透运势，更何况你连武魂都没释放，拿什么看？”你沉默一瞬，不得不说，刚子虽然战力不行，嘴上还是有点东西。玉小刚见你不说话，冷哼，装不下去了，他转身再走。你第三次开口：“大叔，请留步。”玉小刚彻底破防，他猛地回头，眼神像要刀人。降灾路人成功获得金魂币157枚。既然你不信，那就算了吧。你对着空气耸了耸肩，懒得再跟玉小刚多费口舌，转身钻进无人的街角。系统灌顶来了，魂师知识百科修炼注意事项：武魂研究魂兽图鉴，年限匹配，铺天盖地的信息量直接涌入脑海。你靠在墙上闭眼接收，半晌，你睁开眼，眼底带着笑。行了，最后一块短板补上了，你彻底脱离了理论小白的行列。现在要是论理论知识，玉小刚那个只会拿别人做实验的水货，给你提鞋都不配。诺丁学院没必要去了。你啧了一声，上学学那些你已经烂熟于心的东西，浪费时间。但你也没飘，6岁12级弱鸡一个，诺丁城这新手村还得再蹲几年。随后你露出一丝坏笑，转了个方向，悠哉悠哉朝药材铺走去。一进门，老板就认出你了。老板货到了，3天前就到了。老板殷勤的很，从柜台后迎出来。多少年的？老板一听这个脸上有点挂不住，那个万年金胶实在没市场，猎魂的魂师基本不专门取这玩意儿。行了行了，你不耐烦的打断他，直接说到手的是多少年的？6000年。老板小心翼翼的看你脸色，6000年的金胶，你心里一算，1000年第一环是没戏了，顶天撑到700-800年，虽然不算最理想，但也勉强够用。你甩出50枚金魂币取货，老板眼睛一亮，双手接过钱，转身小跑进里屋，跑出个木盒子。你打开看了一眼，什么门道也看不出，但从老板那松了口气的表情来看，货不会有假。行走了，你收起盒子，转身出门，右手一翻，木盒凭空消失进了系统空间。你没回酒店，径直出城，金胶得用火烤着吃，酒店不行的去野外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领完补助金的玉小刚心情愉悦地走出武魂殿，他准备找个地方改善一下伙食。诺丁学院的食堂虽然免费，味道也不算差，但翻来覆去就是那几样，如果不是经济不允许，鬼才愿意去吃呢。去汇丰酒楼吧。玉小刚正准备离开，却忽然注意到告示栏上的通缉令，准确的说是注意到了通缉令的赏金：王虎武魂师学刀，53级强攻系气魂王，于巴拉克王国屠灭一村300余口人，疑似逃窜至法斯诺行省境内，提供情报者奖励100金魂币，缉拿者奖励1000金魂币，生死不论。武魂殿还真是越来越无能了，连小小的魂王都搞不定。看着通缉令上那张长相凶狠、膘肥体壮的人像绘画，玉小刚一时忍不住摇了摇头，可惜我的实力不够，否则若是能将其击杀，1000金魂币已经足够我潇洒好几年了。玉小刚又忍不住摇了摇头，随后背着手转身离去。走着走着，他拐进了一条小巷，巷子不宽，也就2米多左右，两边都是居民房，而穿过这条小巷便是汇丰酒楼所在的街道。玉小刚走过半巷时，右手边的房门恰好打开，他闻声望去，却见一个浑身被黑袍笼罩，就连脸上都戴着面具的神秘人映入眼帘，同时他还闻到了淡淡的血腥味。不好！玉小刚警惕刚升，对方便猛地一把抓向他的喉咙。神秘人的速度很快，快到玉小刚才刚刚生出闪避的想法，那铁钳般的大手便已经捏住了玉小刚的喉咙。玉小刚发出一声闷吼，身体就不受控制的被拽进了屋内。房门关闭，神秘人猛地一拳轰击在玉小刚的腹部，打得他胃里一阵翻腾，整个人瞬间如煮熟的虾米般蜷缩在地。玉小刚刚想释放武魂，却被神秘人的42码大脚一脚踹在了嘴上，强行打断了他的魂力运转。砰砰砰！神秘人属于是人，狠话不多，他一言不发，只是一味的抬脚落脚，像个没有感情的机器。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，我有钱，我都给你。玉小刚双手死死护着脑袋，神秘人却是不为所动。
反而加重了力度，咔嚓咔嚓，神秘人连出4脚，先后踩断了玉小刚的4肢。玉小刚的惨叫声才刚刚响起，神秘人就一脚将他的下巴踹脱臼了，他的惨叫声也戛然而止。呜，下巴脱臼的玉小刚只能发出阵阵呜咽声，至此神秘人才停了下来。他蹲下身子，在玉小刚的身上翻找起来。神秘人的目光忽然定格在玉小刚的腰带上，他的眼中骤然迸发出一缕金光，似乎是看出了神秘人的想法。玉小刚猛地挣扎起来，啪！神秘人反手就是一巴掌，将他的牙都抽掉了几颗。倒是没想到你这种废物竟然还有这种好东西。神秘人终于开口了，但语气间带着浓浓的嘲讽。他将玉小刚的腰带解了下来。呜！玉小刚见状，表情瞬间变得狰狞起来。神秘人冷笑间，一边检查着腰带，一边说道：“看来你不仅是个废物，而且还很愚蠢啊！到了这个地步，竟然还敢呲牙，你是真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啊！”其话音刚落，一柄血色长刀骤然浮现在他手中，100两黄2子5个魂环，随之从他脚下升起。王虎看到对方的武魂和魂环配置，玉小刚的瞳孔猛地一缩。玉小刚是万万没想到，他前脚才在武魂殿外看到对方的通缉令，结果后脚就撞在了对方的手里，这也太倒霉了吧！等等，倒霉！玉小刚忽然想到了你说的话，对方说他霉运将至，不是，世上还真有能够看透别人运势的武魂啊！干你娘！你都拦了我3次了，怎么就不能多拦我几次呢？做人怎么可以这么没恒心啊！王虎举起的大刀瞬间打断了玉小刚的所有思绪。呜！玉小刚拼命呜咽着，想要表明自己的身份，可下巴脱臼的他根本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，叽里咕噜说什么呢？罢了，不重要，你放心，我的刀很快，不会让你感受到太多的痛苦。王虎咧嘴一笑，玉小刚的4肢尽碎，只能如蛆虫般靠扭动腰肢向后蠕动，他嘴里的呜咽声也从未停止。此时的他已经完全被恐惧吞噬，那悬在头顶的血色长刀宛如死神的镰刀，死亡近在咫尺。王虎正欲落刀，却猛然回头，仿佛感应到了什么似的。该死，怎么会这么快？武魂殿的执法队一直在追捕他，只是没想到对方居然这么快就找到了他的踪迹。王虎猛地蹲下身，咔吧2下，就将玉小刚脱臼的下巴复位。不等玉小刚回过神来，王虎便一刀砍下他的一条胳膊。玉小刚吃不住痛，顿时发出了一声凄惨的叫声。王虎赶忙冲出院落，逃离此地。他能几次突出重围，就是靠伤者拖住了执法队部分成员，谁让他们心善呢？王虎前脚离开，后脚便有5人闻声赶来。该死，又是这招！老五，你留下来救助伤者，其他人跟我追。领头人撂下一句话，便带着4人追了上去，独留1人在原地，满脸无奈地看着地上惨叫不止的玉小刚。你特娘的愣着做什么？赶紧带我去就医啊！晚了我的胳膊就接不上了，这后果你承担得起吗？玉小刚强忍着痛楚咆哮道。老五眉头一皱，眼神也随之变得危险起来。这种货色他是真心不想救，要不干脆将其弄死，挺好把责任推到王虎身上去算了。看什么看？我叫玉小刚，乃蓝殿霸王宗主玉元镇之子，与你们教皇比比东也有着不浅的交情。我告诉你，我要是死在这里，你就算有10条命也不够偿还，你们有一个算一个，全都得为我偿命。玉小刚的眉心满是冷汗，但威胁起人来却是中气十足。老五瞳孔不由一缩，难怪他敢如此嚣张。玉元镇之子和教皇至交，可不是什么人都敢冒充的。至此，老五再不敢有什么坏心思，他当即捡起玉小刚的胳膊，抱起玉小刚冲出了院子。此时城外小树林火堆升起来，你用铁钳夹着那块风干的像塑料的金胶放火上翻烤，颜色变深，质地变软，像块果冻，奇异香气弥漫开，你光闻着就觉得体温在往上窜，汗珠从额头冒出来。至于某些反应，你才6岁，身体还没长开，想有也没有。你用小刀一块块割下，随后龇牙咧嘴的吞了进去。吃完盘膝，做好运转功法，温热能量从腹中涌出，随后冲刷4肢百骸，体质强度在疯长，那种被扔进火炉的感觉越来越烈。但你扛住了，不知过了多久，药效归于平静。你睁开眼，调出面板，姓名凌晨，武魂天雷鞭，等级10，精神10，体质23，差不多7、800年的魂环稳了。接下来就是猎魂的问题，猎魂森林需要手令，星斗大森林倒是不用，但你这条小命还经不起折腾，万一碰上不讲规矩的人类，那可比魂兽更致命。先找萧晨宇吧。此时诺丁城城主府，萧晨宇不在家，但你一提神算子这3个字，侍卫二话不说把你领到城主面前。萧城主热络得很，不光爽快帮你开了猎魂手令，还想派人帮你猎取魂环。你婉拒了，说已经找好了帮手。吃饭时得知萧晨宇那小子已经见血了。吃完饭，你揣着手令跳上前往猎魂森林的马车。猎魂森林入口，守卫翻来覆去检查你的手令，又看看才到他腰高的你，满脑的问号。小孩就你一个人，你家大人呢？在暗处。守卫懂了，也不知道是哪家的大人心这么大，让个6、7岁的娃娃自己进猎魂森林，但他懒得多管。进去吧。你一步迈进森林，光线立刻暗下来，参天大树把阳光挡得严严实实。不到片刻，第一条魂兽就出现了，一只半米长、浑身披甲的蜥蜴。你只扫了一眼，赤土稀土属性20年左右，没兴趣，继续深入核心区。越往里走越安静，你警觉起来群居的百年魂兽。以你现在的实力，单挑还行，被围就是送死。正走着，你脚步猛地一顿，右手一抖，天雷鞭瞬间入手，狂暴的雷霆气息炸开电弧，在鞭身上跳动。嗖，右后方腥风破空，你听声辨位，身体没转，手腕却甩了出去，天雷鞭如活蛇般倒卷而去，精准抽在来袭魂兽的脸上。啪！吼！爆鸣声和惨叫声同时炸响，你这才转身，3米多长的一头黑豹右脸上一道血痕，伤口周围皮毛焦糊，还在冒青烟。暗影豹400年左右，属性不行，年限也不够。吼！暗影豹弓着身子在你周围绕圈，想上又不敢上，刚才那一鞭子把他抽怕了。滚！
你立刻一声手腕一抖，天雷鞭在空中炸开一声爆鸣，结果这畜生误以为你在虚张声势，后腿一蹬直接扑上来，找死！你后退一步，天雷鞭再次甩出，不是抽是卷，鞭身拉长如细长巨蟒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缠向暗影豹。他敏捷的一个左跳躲开，就在他跳跃的瞬间，你手腕一脚，鞭身便向横抽过去，啪！这一鞭结结实实落在他背上，暗影豹吃痛嚎叫，想要后撤，但你不再给他机会，手腕猛搅天雷鞭，随后紫色雷霆织成一张雷网，铺天盖地罩过去，天雷绞杀，覆盖面积太大，暗影豹来不及冲出范围，噼里啪啦，雷网将他笼罩，电弧在他身上狂跳，暗影豹瞬间被电直了四肢僵挺，轰然倒地。你手腕一松，鞭尾如蝎刺，精准扎进他眼眶，噗，洞穿大脑，黄灿灿的魂环从尸体上升起。你感受一下魂力消耗1/3，也就是说你现在全盛状态下能使出3次天雷绞杀，还行，比预想的划算。收鞭走人。接下来3天，你几乎把猎魂森林核心区翻了个遍，遭遇过袭击，撞上过群居魂兽，有几次差点翻车，也遇到了几头雷属性魂兽，但要么品质不够，要么年限不对，始终没有完全契合的。就在你琢磨要不要冒险去星斗大森林时，转机来了。你站在一棵大树的枝头，望向远处空地，空地上躺着一条巨蟒，体长超过8米，浑身幽蓝鳞甲臃肿粗壮，正在晒太阳。幽蓝雷蟒，雷属性体内有一丝雷龙血脉，跟龙沾边的魂兽品质绝不会低于高级，而1000年以下的幽蓝雷蟒100年长1米，8米长正好800年左右，属性适配，年限完美。问题只有一个，你打不动它。幽蓝雷蟒速度不快，可防御高的离谱，雷抗更是变态，你那点攻击破它的鳞甲都费劲，更别提它还有一个蓄力技，威力极其恐怖。既然单挑有风险，那就给你找个伴。你跳下树，转身离开。很快，你站在一处遍地白骨的山洞外。喂！你远远喊了一嗓子，嗷呜！低沉却穿透力极强的虎啸从洞里炸出来，紧接着一头独眼白虎窜出洞口，体长3米多，700多年的年限。它瞎掉的那只眼是新伤，伤口周围的毛发还有焦糊痕迹。没错，你干的。白虎一看见你，瞬间进入狂暴模式，低吼一声，随后疯了一样冲过来。见此，你扭头就跑。白虎是全属性猫科魂兽，速度快得离谱。你的体质虽然已经超过一般大魂师，但依旧甩不开它。天雷鞭甩出，缠住前方大树枝干，鞭身缩短，巨大的拉扯力把你整个人拔地而起。白虎在树下仰头狂吼，你反手一鞭抽下去，它躲开了，但更暴躁了。嗖，天雷鞭再次射出，缠住远处另一棵大树。你荡过去落地继续跑，你不行啊，大猫咪！你一边跑一边回头挑衅，时不时还停下来抽它一鞭子，生怕它忽然不追了。白虎彻底上头，追着追着，它忽然一个急刹车，四爪在地面离出深沟，在你和空地边缘之间来回踱步，嘴里发出不甘的低吼，却不敢再往前迈一步。你知道原因，这里是幽蓝雷蟒的地盘，而且看它那怂样，它大概率打不过雷蟒。啪！你二话不说，一鞭子抽在它脖子上。白虎这下彻底疯了，什么地盘不地盘，什么雷蟒不雷蟒，他眼里只剩你这只2条腿的畜生。他以更快的速度冲进空地，你开始发力狂奔，眼看要冲进空地中央，右手猛地一甩，天雷鞭冲天而起，缠住树干把你带上高处。白虎疯狂刹车，4条腿在地面打滑，巨大的身体惯性的滑进空地。吼！龙吟般的咆哮炸开，幽蓝雷蟒动了，庞大的身躯以与体型不符的爆发力冲向入侵者。白虎退无可退，也不怂了，咆哮一声迎面扑上去，白虎踩住雷蟒的脑袋，对准7寸狠狠咬下，咔嚓，牙崩了，鳞甲纹丝不动，反倒是雷蟒的巨尾横扫过来，白虎险险跳开，一时间谁也奈何不了谁。但你等的不是这个，果然幽蓝雷蟒不耐烦了，吼！龙吟再起，他的口中缕缕蓝色雷霆汇聚，恐怖威压瞬间弥漫全场。白虎吃过这招的亏，瞳孔一缩，转身就要逃，就是现在！嗖嗖嗖，你蓄势已久的天雷鞭破空起来，紫色雷网展开，当头照在幽蓝雷蟒身上。幽蓝雷蟒口中的蓝色雷霆瞬间崩散，他的身体出现瞬间僵直。刚准备逃跑的白虎眼睛一亮，机会来了！他后腿猛蹬，3米多高的身体凌空跃起，像炮弹一样砸向幽蓝雷蟒的7寸，蛮力能透过鳞甲直接震伤内脏。幽蓝雷蟒被你的雷网硬控，根本躲不开。砰！巨大的虎躯狠狠砸在7寸上，咔嚓，骨裂声清脆响起。幽蓝雷蟒的嘴猛地张大，你等的就是这一刻。啪！天雷鞭鞭尾如蝎尾般刺入他张开的嘴里，没有鳞甲防护的口腔内部瞬间被洞穿。给我过来！你奋力一扯，雷蟒8米长的庞大身躯竟被你硬生生拽离地面。咔嚓！或是力道太大，或是下颚已被洞穿，他的下颚骨竟被你整个扯断。白虎低吼着扑上来，死死按住雷蟒脑袋，像护石一样压在身下。你立刻一声手腕猛搅，天雷绞杀，紫雷如瀑布般从鞭身倾泻，织成雷网，把白虎和幽蓝雷蟒一起笼罩进去。白虎想逃，来不及了，噼里啪啦，紫色电弧在2头巨兽身上疯狂跳动，白虎的身体崩成一块僵硬的石头。幽蓝雷蟒虽有雷抗，但雷弧从它破碎的口腔灌入体内，直达内脏，威力半点不打折扣，狐臭味弥漫开来。黄灿灿的魂环从幽蓝雷蟒身上浮起，你从树上一跃而下，人在空中，天雷鞭便甩出去，缠住白虎前腿，落地的瞬间借力猛拽，砰！白虎巨大的身体被横拖出10几米，噗！鞭尾从他眼眶灌入，穿透大脑。第2枚魂环升起，你喘了口气，环顾四周，这里是幽蓝雷蟒的领地，领主死了，短时间内不会有其他魂兽敢靠近，安全。你走到幽蓝雷蟒尸体前，盘膝坐下，随后开始牵引那枚黄色魂环，来吧，我的第1魂环。魂环收缩落下，恐怖的挤压力从天而降，浑身骨骼被压得咔咔作响。换做任何10级魂师，此刻早已骨骼尽碎成粉，但你扛住了，不知多久，压力消散，魂环套在身上有序律动，体内某处骤然破碎，澎湃魂力奔涌而出。你立刻运转功法，疯狂炼化，同时魂技的信息自动涌上心头。天雷龙象，雷属性伤害增幅200%，体质强度增幅100%，持续半小时。你瞳孔一缩，不愧是有一丝龙血的魂兽，这增幅简直变态。炼化结束，你站起身，打开面板，姓名凌晨，武魂天雷鞭，等级12，精神12，体质25，第1环2级魂力提升，和你预料的一样。随后你转身离开了猎魂森林。2个月后，酒店房间，你睁开眼，嘴角带笑，
13集，收拾东西退房，直奔诺丁学院。学院大门外，你没急着进去，你在等老杰克。当初在村里，全靠大家一口饭一口汤把你养活。现在你有钱了，该还。没多久，老杰克和唐三出现在街角。杰克爷爷，你笑着迎上去。老杰克愣了2秒才认出你，不怪他。3个月前你还是个面黄肌瘦的乡下小子，现在你皮肤白净，身量拔高，活脱脱的像一个小贵族。唐三也盯着你看了半天，眼里全是诧异。你瞥了一眼唐三的眉心，那团霉运还在，并且比3个月前更浓了，简直浓得发黑。不愧是气运之子，连霉运都得攒个大的再炸。你和2人寒暄几句，然后把老杰克拉到一边，塞给他一个沉甸甸的钱袋。杰克爷爷拿着，你这是我挣的，您拿回去分给乡亲们，当年的养育之恩我记着。老杰克眼眶有点红，拍了拍你肩膀，什么也说不出来。送走老杰克后，你和唐三站在学院门口，走吧，我带你去报名。凌晨，你这3个月怎么像变了个人？钱养人，挣了钱自然就变了。你怎么挣的？你正要随口敷衍，余光忽然瞥见一个人影，玉小刚，他此时径直朝你走来，眼睛死死盯着你，像要把你生吞活剥。你当时为什么不多拦我几次？你知道我付出了什么代价吗？他声音低沉，压抑着怒火。他的胳膊虽然接上了，但灵活度大不如前。我该你的。你白了他一眼，拦你3次已经够意思了。事不过3这4个字你不懂吗？再说拦你第3次的时候，你就要弄死我了，我哪还敢拦第4次？玉小刚脸憋得通红，可偏偏一个字也反驳不出来。他下不来台，冷哼一声，转身要走。大叔，请留步。熟悉的开场白，玉小刚整个人一僵，他顿了2秒，才慢吞吞转过身，但脸上的怒色已经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小心翼翼的紧张。有事？你看着他这副怂样，心里直乐。降灾，玉小刚成功获得金魂币320枚。别说我没提醒你，你之前那波霉运虽然破了，但新的霉运又来了。什么？玉小刚像被踩了尾巴的猫，浑身炸毛。我才倒了大霉，你告诉我又有霉运？世上哪有这么倒霉的人？你2手一摊，你看我说了你又不信，等出了事又跑来怪我。他张了张嘴，哑火了。王虎那件事的画面在脑子里闪过，他不由自主打了个冷战。宁可信其有，可有破除之法？没有，自己小心。他急了，那你说个鬼啊？你也不恼。提醒是为了预防，有了防备，死劫可能变血光之灾，血光之灾可能变小麻烦，反过来也一样。不乐意听，以后我不说就是。他嘴巴开合半天，硬是憋出2个字：谢谢。不用谢。玉小刚心情复杂的叹了口气，一低头看见了唐三手里的攻读生证明，他眼底忽然蹦出一道金光。这小孩的武魂能看透运势，品质绝对不一般。而根据他玉小刚的研究，先天魂力与武魂品质正相关，这孩子的天赋怕是高的吓人。唐三很上道，见玉小刚盯着证明看，主动递过去：您是诺丁学院的老师吗？我不是什么老师，只是个在这儿蹭吃蹭喝的过客。玉小刚接过证明，他低头一看，瞳孔骤缩，先天满魂力，武魂蓝银草，蓝银草撑不起先天满魂力，这绝对是双生武魂。玉小刚的手在发抖，斗罗大陆有史以来第3个双生武魂让他碰上了，只要把唐三收为弟子，等唐三成了封号斗罗，他玉小刚的名字将响彻大陆，这莫非就是否极泰来？如果拿一场霉运就能换来一名天才弟子，那他愿意天天倒霉。